当成都街头的银杏叶被秋风染成鎏金，正待随风轻舞的10月28日，网络流传的一组照片让军迷圈瞬间沸腾。被戏称为大银杏叶的歼36战机再度跃入蓝天完成试飞。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对比新旧试飞影像，可以清晰发现，这款备受瞩目的新型战机已然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级。而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款黄皮原型机的试飞画面悄然曝光，揭开了中国航空工业隐身技术白菜化发展的全新篇章。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美媒战区专栏近期专门聚焦中国航空工业的新动向。其报道指出，歼36这款被外界定义为超重型第6代隐身战斗机的第2架原型机已成功首飞。相较于2023年首次亮相的1号原型机，2号机的设计调整幅度之大远超预期。从进气道形态到动力系统配置，从起落架结构到隐身细节处理，每一处改动都折射出成飞对6代机性能定位的深度思考。作为战斗机气动设计的核心部件，进气道的迭代最能体现性能需求的变化。歼36 1号原型机采用的是与 F22 相似的加莱特进气道。这种进气道通过设置负面隔层和后掠式纯嘴设计，能够在高速飞行时实现高效的气流压缩与分离，是第4代超音速战斗机的经典选择。而2号原型机则彻底换装为纯口前掠且无负面隔层的 DSI 进气道。更令人瞩目的是独特的梯形纯口设计，上部呈现明显的向内斜楔造型，这种构型在全球现役战机中均属罕见。进气道的此番调整背后是清晰的性能取舍逻辑。传统加莱特进气道通过可调式隔层结构，能够在 1.5 马赫至 2.5 马赫的宽速域内保持较高的总压恢复系数，尤其在超音速段的进气效率优势显著。而 DIS 进气道通过一体化鼓包设计取消了复杂隔层，虽然在重量控制上更具优势，通常可实现减重数百公斤，且因结构简化降低了雷达散射截面，但固定鼓包的气动特性决定了它优势速域相对狭窄，更适合中低速飞行状态。不过歼36采用的斜切梯形纯口设计暗藏玄机，较小的进气口面积与凸起的鼓包造型，明显是为了在保证中低速性能的同时，尽可能优化高速飞行时的进气效率。这种创新设计试图在两种进气道的性能优势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动力系统的改动同样颠覆认知，1号原型机采用的是矩形喷口搭配海狸尾的设计。这种构型通过对发动机尾焰的快速冷却和遮蔽处理等大幅降低红外信号特征，同时显著优化下半球隐身性能。而2号原型机则取消了隐身效果更优的海狸尾结构，更换为3台2元矢量喷口发动机，且3个喷口的外形规格完全一致。这一调整带来了性能的显著对冲，一方面后半球与下半球的隐身性能受到明显影响，发动机尾焰的红外暴露风险有所提升；另一方面3元矢口喷量赋予战机无与伦比的机动优势，使它在保持隐身构型的前提下，通过喷口插动转向实现复杂机动，无需再依赖开裂减速板等会导致 RCS 激增的控制手段。主起落架的设计变更则透露出工程实用主义的考量。1号原型机采用的前后双轮滑车式起落架，虽然在承载能力上具备潜力，但存在系统重量大、结构复杂的缺陷。更关键的是，中国军工在该类型起落架的工程应用经验相对有限。2号原型机则换装为技术成熟的并联双轮起落架，这种设计在飞豹战斗轰炸机等机型上经过了长期实践验证，不仅有效缩短了起落架长度，减轻了结构重量，更降低了研发风险与制造成本。从工程逻辑来看，这种调整实属合理。起落架在飞行中始终处于收气状态，对气动性能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整体性能取舍的背景下，选择成熟可靠的技术方案无疑是明智之举。这些看似矛盾的设计调整，实则折射出深刻的作战需求研判。外界最初的迷茫并非没有道理，为何要在隐身战术占优的情况下主动妥协？但若结合当前全球空战格局来看，这种取舍便有了清晰的逻辑支撑。以美国某款带压抑的6代机方案为例，其压抑布局必然导致 RCS 数值远高于采用常规布局的歼36。在隐身性能已确立待机优势的前提下，
适当降低隐身优先级，以强化机动性，实则是对未来空战形态的精准预判。现代空战早已不是单一性能的比拼，而是体系支撑下的综合能力对抗。在隐身与机动之间找到更符合实战需求的平衡点，远比追求某一项指标的极致更为重要。更值得称道的是，此次调整背后展现的研发效率，从1号原型机首飞到2号机完成设计迭代并实现首飞，间隔时间短则3-5个月，长则不超过1年。如此迅速的方案调整与原型机制造能力，不仅体现了成飞在气动设计、结构工程等领域的深厚积累，更凸显了中国航空工业在数字化设计、模块化制造等基础能力上的领先优势。这种快速响应与迭代能力，在未来的装备竞争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歼36的迭代展现了中国高端战机的精准定位能力，那么洪都航空推出的新型隐身战机，则印证了中国在航空器隐身技术领域白菜化发展的实现。当一项尖端技术被完全掌握后，中国军工总能以惊人的速度实现成本控制与规模化应用，将昔日的高大上技术转化为满足多元需求的实用装备。在歼20、歼35两款5代机与歼36、歼50两款6代机相继亮相后，这款全新的黄皮原型机让外界看到了中国隐身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从社交平台流出的试飞照片来看，这款新型战机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采用正常式气动布局，配备双发双座构型，机身表面布满符合隐身设计的折线与倾角。典型的黄色防锈底漆表明它正处于原型机试飞阶段。更关键的线索来自知识产权领域，该机的外形特征与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此前公开的专利文件高度吻合，一种边条翼双垂尾布局飞机的设计方案与原型机的气动布局几乎完全一致，这为研判其研发背景与设计定位提供了重要依据。要理解这款战机的价值，我们首先要明确洪都航空的产业定位。在中国航空工业的版图中，成飞与沈飞主攻战斗机研发，西飞聚焦军用大飞机领域，而洪都航空的核心主业则是教练机的研发与生产。从初教6到教8，再到如今的教10系列高级战斗教练机，洪都航空在教练机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的技术经验，其研制的教10更是凭借优异性能成为现役国产高教机的标杆。小编觉得，这款新型隐身高教机的出现是解放军航空兵装备体系升级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空军正加速进入5代机时代，歼20已实现规模化列装，海军也即将迎来歼35舰载5代机的批量服役。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更是紧锣密鼓，但飞行员培养体系却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高教机与5代机、6代机在操作逻辑、性能特性上存在巨大代差，新飞行员即便通过现有教练机完成基础训练，改飞先进隐身战机时仍需经历漫长的适应过程。因此，研发一款具备有限隐身能力、搭载小口径主动相控阵雷达、可发射先进制导导弹，甚至具备一定超音速巡航能力的新型高教机，成为填补训练体系空白的关键举措。唯有让飞行员在培训阶段就能接触到与先进战机相似的操作体验，才能实现战斗力的快速生成。在舰载机训练领域，这款新型战机的价值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搭载电磁弹射器的福建舰即将形成战斗力，以及2栖攻击舰的陆续服役，中国海军对固定翼舰载机飞行员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当前舰载机训练面临着现实困境，歼 15T 作为主力作战机型，若大量用于日常训练，将严重消耗宝贵的装备寿命，而现役教练机又缺乏适应航母起降环境的设计。参考美国海军以 T-45苍鹰教练机承担舰载机训练任务的成熟经验，这款新型隐身高教机若能实现上舰，将彻底解决这一痛点。优化的低速性能使它能够适应滑跃起飞与电磁弹射2种模式，双垂尾设计则能显著提升低速飞行时的稳定性与可控性，完美切合航母起降需求。对于吨位更小、飞行甲板面积更有限的2栖攻击舰而言，这款新型战机的适配性更是无可替代。相较于歼35等主战机型，紧凑的机体尺寸更适合在2栖攻击舰的有限空间内调度，而有限的隐身能力与多任务潜力，使它既能承担飞行员训练任务，又能执行低烈度的制空、侦察与对地攻击任务，成为2栖作战编队的理想
配套装备。这种一机多能的特点，恰好切合了现代两栖作战的多元化需求。而从国际市场角度看，这款新型战机更是开辟了全新的细分领域。对于众多军费有限、空军规模较小、国土防空压力不大的非洲、东南亚和南非国家而言，歼35、F35等高端隐身战机显然超出了实际需求与经济承受能力。即便是枭龙这样的轻型战斗机，也可能成为负担。但这些国家同样面临着装备更新换代的需求，更渴望能搭上隐身战机这班车，以提升国防实力。红都新型战机恰好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作为一款采购与运用成本较低的低成本隐身战斗机，它既能满足日常训练、边境巡逻等基础任务需求，又具备执行低烈度作战任务的能力，完美切合中小国家的国防需求。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